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呢，要来分享频道达到10万订阅的一个心路历程。那首先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耶路撒冷的风景。在我后面呢，黄金色那个呢，就是磐石清真寺，所以旧城就在那个有城墙的那一边。应该是看不清楚啦。那一边呢，就是希伯来大学。我2021年到2022年的时候，就在那边读书，读以色列研究的硕士。然后呢，就写了论文，然后就毕业了，很顺利。然后我觉得这频道其实就是跟我一起成长，因为我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频道好像是2000个人吧，还是1000多，很少啦。然后我就在这边认识了 Kenny。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拍的第一个影片呢，就是他介绍 Christchurch。那个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认为他会是我未来的另一半。那时候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人。然后我还想要介绍他给其他女生，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他人太好，所以我们就就在一起了。那我们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呢，就像我说的，我就念完了硕士，然后写了论文。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就是结婚怀孕了，因为在希伯来大学，你是念完你的学期以后，然后他会给你大概半年的时间，最多半年，把你的硕士论文写完。然后呢，我就写完，然后刚好我毕业典礼的那个时候，舅舅已经出生了，然后1个月大，还跟我一起上了毕业典礼的这个讲台。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之前的影片。那个阶段2023年一直到2023年的6月，那个时候频道其实已经经营了快要2年了吧。那频道人数大概就是慢慢的成长，就2000多、3000多、4000多。舅舅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差点就是觉得可以把频道收一收了，因为就是你做了很久，然后你还是4000多个、5000多个人看，其实你会觉得花出很多的时间，可是它的结果就是不如预期，会觉得好像就是比较没有动力啦，然后又觉得可能生小孩会很忙啊什么的，就算了。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舅舅出生的。就是差不多那一段时间，频道突然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成长。那个时候我拍了一个关于复活节在耶路撒冷旧城的不同区域的影片，然后呢就很多人看。可是那个影片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花太多的心力，我就是拿我的 iPhone 手机这样子拍。还有人留言说，你的那个摄影技巧好像进步了。其实不是进步，而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用很贵的相机，但是它很敏感，所以我手稍微抖一下，它的整个画面就会晃。那我用手机它就没有这样子的困扰，因为手机它会电脑计算啊，所以就是荧幕看起来就很稳定。像我现在用的没有要业配，但是也就是很容易就是做这种 vlog。那也是因为那样子，我就发现原来我的频道比较适合聊天，比较不适合像是好像我认真去做一个企划，像台湾的 YouTuber 很多都是那样子，就是一个惊喜企划，一个干嘛企划，哇，这个真的很用心。可是我做同样的事情，我拍主题式啊，拍光明节啊，拍什么东西，好像都没有人看。所以我后来发现，原来我这样子拿手机，然后在镜头前面讲一讲这是耶路撒冷什么。反而大家觉得比较自在吧，比较自然，然后比较轻松，所以就从那样子影片开始，就多了很多这种聊天散步，然后我妈去菜市场买菜啊这种。那一支影片十几万个人看，我就觉得原来大家关心这个耶路撒冷的菜市场里面卖什么菜，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奇的发现啦。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子，频道快快乐乐的就成长了2万多。我知道大家想看什么，然后我这样子拍，然后所以就是2万多，我也觉得是一个成就。结果没想到10月7号战争发生，我就改变了所有这个频道的一个走向。对我来讲，其实我经营以色列美角的部落格从2017年开始，其实2016年就开始写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就是做文字的整理。那所以就在这个部落格呢，就写了很多关于怎么样子在以色列自助旅行的一些美角的东西。那在台语里面，美角就是 mega， 所以我的频道才是 Israel Mega， 然后用美丽的美来代替眉毛的美，因为叫以色列美角
没有那么好听，那美角就感觉就比较好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频道叫做以色列美角。那然后呢，就是写了很多的这些攻略。那我其实经历了很多，就是也不算跌跌撞撞，也就是上帝的时间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经营部落格1年吧，很快出版社就找我要写以色列的攻略书，那我也答应了，然后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就是再跑来以色列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敲得很好。结果疫情就发生了，那所以这个计划就暂缓。那我为什么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有人知道吗？应该有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疫情嘛，那大家不会来以色列旅游，那可是我又希望是大家能够仍然对以色列保持兴趣，所以我就做了 YouTube 影片。然后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我知道我有拿到奖学金，然后我会来那个希伯来大学读书，所以我就开始一些铺陈啦，然后就是希望透过影片，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以色列，即便那个时候不能来。那其实不管是部落格还是 YouTube， 其实最大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以色列这个国家。即便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到以色列，但是希望就是透过这些频道的这个启发，能够让大家有一天能够真的来到这个地方，然后重点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知道怎么样省钱啊，或者是看到哪些东西就知道说啊这个是什么，因为美角有讲过，类似这样，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只是10月7号真的是改变了这个频道的一个走向。我不能说好或不好，因为这就要像是你生小孩，那这孩子是你的，可是你不是完全知道这个孩子他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孩子他虽然他的 DNA 是从你来的，可是他碰到的朋友、他的环境、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会影响他，所以我的这个频道。首先是被我Kenny 老公被他影响，因为他跟我的个性就是互补，然后他也有他厉害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也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特别是他的希伯来文特别的好。然后重点是10月7号那个时候发生了以色列就是被哈马斯攻击，那我们就必须说点什么，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一开始我们是报平安，可是我们很快的就知道说媒体的导向会开始对以色列就是开始攻击，明明以色列是受害者。那我觉得也是很奇妙，因为我在经营以色列美角的部落格的那个阶段，其实我就知道说，其实很多人他们不熟悉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就开始对以色列有很多的重伤啊、诽谤啊。那尤其是在发生以巴冲突的时候，网络上就会出现很多对以色列的攻击。那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啦，真的就开始准备，因为读历史啊这些东西，我知道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场合、一个舞台是我要出来为以色列说话，讲的就不会只是旅游这些轻松快乐的事情，就会是比较敏感，然后甚至我会被攻击。那我也有问我自己，我到底准备好了吗？那老实说，在10月7号以前，我不觉得我准备好，我就是不想要讲这类的东西。可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改变就是，可是呢，我觉得改变应该是说我结婚了，然后 Kenny 给我很大的安全感，他是我的靠山，所以我就比较敢真的去讲我的想法、我的认识。然后，即便说网友一定攻击啊，因为你只要是放 YouTube 的放影片到 YouTube 上面，一定会有人攻击你，不管你今天频道大或小，这是必然的。所以这是给要做频道的人一点建议啦，就是大家都觉得你被攻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放影片到网络上啦，所以大家就好像就不会去注意他们的用词啊、语气啊，或者是反正有一些事情，我是觉得人与人之间，如果是当面话，他们不会用这样的口气或态度来讲话。可是因为他躲在荧幕后面，所以那些态度啊、措辞啊，就会非常有攻击性啊。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那只是说我感谢神，因为 Kenny 是这样子的先生。我如果今天没有结婚，我是应该还是会觉得我没有准备好。但是10月7号的发生的时候，我是有 Kenny 在我身边，给我很大的稳定感，我才能够在战争的情况下去跟大家做这个报平安的影片。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来，我们一起为以色列做很多解释。然后呢 ，Kenny 带我去就是跟人质广场啊，跟就是呼吁人质回来有关的很多的活动。
都是他带我去的。如果他今天没带我去，我也不敢去，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压力真的很大。那所以我相信大家会看这个影片呢，是为我高兴，就是在这么快的时间，然后频道从2万多，然后涨到10万，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那我就是当朋友来跟大家分享这背后的一个我觉得是神的恩典，但是也是辛苦付代价的部分，给大家做参考。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鼓励到大家。那对我个人来说呢，大概有3个层面。一个就是其实要住在战争中的国家真的不是那么的轻松。你们看到我的时候通常都是就是很安全笑笑的。躲防空洞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蛮平静的。那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人这么的辛苦，然后我们也在当中，然后以色列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就是在这里？那当然他们看到JoJo的时候，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你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到，就是发自内心的笑，他们真的很喜欢小孩，以色列人真的很喜欢小孩。但其实老实说，住在战争中的国家真的是那个压力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又有你认识的人或他的朋友，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认识的人，他的小孩在打仗，在军队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哪里又开战，黎巴嫩开战，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如果去讨论的话，真的是你的心很难承受这样子的压力。那我们有朋友，他们是今年初的时候刚拿到机会来以色列工作，那他们觉得就是快要1年了吧，他们受不了，然后所以就告诉我们，他们近期准备要离开了。那他们是外国人，我其实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也有小孩，跟JoJo的年纪差不多，然后他们现在也想要再多一个小孩。那他们说，在以色列这样打仗的情况下，要怀孕，然后要小孩，对他们来讲就是压力太大。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他们也是很喜欢以色列，只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还有对于这个家庭的未来着想，所以他们是决定说明年的时候离开以色列。那会不会回来就再看啦。那我的第2点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我本来就知道，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帝会要我做，就是去为以色列解释，为以色列发生的这样的事情。那我又结婚了，然后以色列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知道，就是如果我现在不做的话，那上帝一定会再找另外一个人，然后做一样的事情。那对我来讲，做我知道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是对我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的价值观嘛。所以那一段时间，几乎是每1天或每2天就有一个影片，就是跟大家来解释以色列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回头看，其实就算是在那个当下，我都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以色列最真实的一面讲出来。那也刚好JoJo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大，他5个多月，所以他在家他还没有就是快要疯掉。只是我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有一阵子都在家，我们第1次出去的时候，JoJo真的是好开心，就是可以出门，可以看到其他人。所以其实真的这个代价不是只有我跟 Kenny 2个人，还有JoJo也是。他作为一个小朋友，他在以色列长大，在这样子的环境，大部分时间是很平静的。可是就是那个压力，也许他不懂，但是我觉得神对他是有计划，让他在以色列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人是在这里。那我也感谢神，就是我刚刚有讲，就是 JoJo 真的是带来许多的笑容，为以色列人。那段时间呢，不只是 YouTube 影片的部分，还有关于书出版的部分。那书大家知道我有2本书嘛，第1本书其实就是疫情的时候不能出，那好不容易2023年的时候疫情结束了，然后旅游的气氛回来了，那书终于是所有东西都要增加要修改的部分都结束了，好不容易我可以就是休息，然后11月1号的时候等这本书出版。结果就发生战争，那他都印好了，什么都已经决定，就是可以出来了。那发生战争，他就只好就是延期，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战争会打多久，是1个月吗？是2个礼拜吗？那现在我们知道已经423天了，真的是超乎大家想象。
但那段时间呢，就是第一间旅行书的出版社就是跟我就是还要做这个决定，然后同时在10月7号的那个早上，我又收到了第2本书的这个出版社来找我出一本关于以哈战争的书。那我觉得对我来讲，这都是很明显，就是上帝要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明显，你就知道这是你要做的，即便你知道你真的需要恩典，你可能不知道要每一步要怎么样子完成，可是你知道上帝要你到那个地方，你就到得了。像是亚伯拉罕他出乌尔的时候，上帝要他到迦南，他也没去过，可是他知道他做得到。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啦。那我也当然知道，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天真，我也当然知道的是，我出这个书，或者是我讲关于以色列，就是任何为以色列辩护的话，一定会有网友就是骂我。那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那个16型人格的测试 MTBI。那我的人格，大家猜一下。猜完了，我的人格是ENFJ。这一种人格，它就是非常的利他主义，但是他的缺点呢，就是他很怕criticism， 很怕被批评。那这我本来就知道，所以我从小就是很努力，就是不要去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只要上帝对我的评价是正确的，那这是我要抓住的。别人怎么样看我，他会变嘛，因为有些人在乎你，有些人不在乎你，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只是对我就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的个性是这样。那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突破，就是我有信心，但是在每一天我都需要从神来的勇敢。那所以第2点呢，就是我的压力不是只是在住在以色列一个战争中的国家，然后没有后援，很辛苦之外，第2个部分就真的是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发挥影响力，我要凑出时间来去写书，然后要做影片，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真的是感谢上帝，就是让我有 Kenny 在我身边，然后写书的有几个月的时间，刚好妈妈也在以色列帮忙，所以如果不是他们，真的我觉得一个人要能够做完这些事情，好像是不太可能的，真的是上帝恩典以及家人的关系。那所以呢，就是这一本书叫做《以哈战伤》，相信大家应该都买了吧，应该吧。那我有朋友就是很可爱，就问我说：“你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写出这么厚的一本书？”那其实只有前面的这一部分呢，是关于这场战争。那因为这场战争会开始，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看以哈战争，他就说其实不是只是10月7号，是之前的事情，是以色列怎么样子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那所以因为这是在之前，只要以色列跟加萨发生冲突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死环节啊，大家都会就是说你不看以色列他在屯垦区做什么事啊，他怎么样，所以我就写了这一本书，刚好就是上帝的时间到了，然后这个出版社来找我，所以我解释了很多大家对以色列的迷思在这本书里面。你不可能是只看这场战争，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编辑找的美编他做的这个封面有多么的厉害。他画红色的这个血啊，当然你一般的解释会说这是就是因为它是战争，它一定有血。但是我看之前有一个以色列艺术家，他用红色，其实对他来讲，这是他们犹太民族的生命力。那这些脸呢，这些人像，2战结束以后，从德国的纳粹集中营离开的幸存者来到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搭船到以色列，拍的一个照片。那所以呢，在这本关于以哈战争的书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讲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历史。因为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在这块叫做巴勒斯坦的土地，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冲突就不断。那我觉得特别的是，这本书也不是只是跟你讲历史而已，是因为有讲了历史，然后给了大家一个历史的架构，
我再讲一些小故事在里面的时候，就变成说有画面感。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本书是因为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酝酿，它不是只是我在战争的时候写，我在这之前我真的就做了很多的预备。然后后面因为那个编辑说，不想要一本书只是讲战争太硬了，所以叫我写一些人文的东西，所以有一些比较温馨的小故事，让大家能够认识真实以色列人，就比较能够知道说，他们不是可能大家在新闻上看的那样子，因为记者他们通常会报道都是有事的时候才报道。那第3个部分是什么呢？讲完以后我就要回家去做家事，然后要跟大家说拜拜。那第3个部分其实就是因为我是女生嘛，然后我又是太太又是妈妈，那刚好又是在很短的时间，就是我有的这些的新的角色。然后以色列它刚好又是一个特别贵的国家，它的物价很高，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比较没有那些机会，除非我愿意花钱，但是它真的很贵。但是一般情况来讲，因为我个性是比较喜欢省钱，然后我又就是没有便宜的选择在这边，除非我愿意去吃 hummus， 就是鹰嘴豆泥，然后一些以色列的那种就是小吃沙威，可是也没有很便宜啦，相对便宜。那我比较可能有兴趣吃的，就是平常吃不到我做不到的，那些又会很贵。可能我举例来讲好了，我们一般在这边的牛排要140 shekels， 大概台币是1200块。但是你加完那个服务费，看你要给10%、15%、17%，可能然后如果你又点一个喝的，或者你点一个甜点的话，一个蛋糕大概是40 shekels， 大概台币要350块。那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嘛，可能就是半年一次那种吃大餐。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我作为一个太太，我是要做饭啊。那当然我感谢神，就是我妈她每一次来以色列，她都会把我们冰箱就是填满满的，然后她才会离开这样。所以呢，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么昂贵的国家能够活下来，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家啦，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是没有外食的习惯。他们会自己带午餐啊，午餐里面他们吃的比较简单，可能就是小黄瓜，然后甜椒、红萝卜，然后一个 hummus 蘸酱，鹰嘴豆泥蘸酱，然后这样就是他的午餐。只是说，因为我的胃，我可能比较不愿意去吃那种食物凉凉的，然后又舍不得去花钱吃餐厅，或者是也没有愿意去吃便宜的小吃，但便宜小吃也没那么便宜。所以就变成说，大部分是自己煮啦。那煮饭的话，你就是你会要买菜，要备菜，然后有一些压力啦，然后要花时间。所以这是我的第3个压力的来源，就是不是所有的时间你都可以拿来就是自己使用，因为你要带小孩，然后你要做饭，然后又是在这样的国家。但是我感谢神，因为虽然我每一次都觉得说，我做完什么影片以后，我就可能就发一个公告跟大家说我休息一段时间，可是我一直在等战争结束，可是我还没有等到。那我们真的是跟神求每一天的恩典啦，那我也相信恩典都够用。那所以我刚好这个礼拜在想说要分享什么，刚好碰到了10万订阅，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当 YouTuber 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很好玩啦，因为有时候 Kenny 一起拍片，那样就会让我很开心。然后有时候可以分享生活的事，但是我知道，这个频道之所以会被这么多人关注，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关心以色列，然后因为战争的关系，就更关心以色列。那所以我也是感谢大家对频道的支持，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那个我刚刚相机没电了，因为我是很临时，就是看到太阳很好，然后我出来晒太阳，然后顺便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所以呢，刚刚讲到就是10万订阅，我觉得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对这个频道，因为越多人支持，其实对 YouTube 的演算法来讲，他就会推荐这个频道给更多的人。那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因为你很难去改变那些真的讨厌以色列人的想法，那有很多人他是在中间，他真的其实对以色列没什么概念，也没有喜欢或不喜欢，只是说
平常的生活里面不太会接触到以色列。那我觉得有这样的频道，其实就是让大家看到以色列最真实、最自然的一面。然后我觉得也是让就是一些关于以色列的故事能够传播出来。像刚刚走过去一堆可爱的老人家，那我就突然就是有一点想要哭的感觉，因为几乎如果他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人家，在这个年纪，他一定是经历过以色列很多的战争，可能连以色列建国的战争他都经历过。那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影片应该有更多的访谈，让这些以色列人最真实的声音可以直接的被听到。只是对一个创作者来讲，就是我之前做了这些的影片，花很多时间在翻译，因为以色列人他的英文有一个腔调，所以不是说 AI 它就可以抓得到，我还要一个一个对，然后翻译，然后对，然后对稿，真的是花。我如果现在用中文讲，因为我自己讲的，我知道我讲了什么，所以差的时间大概是4倍。那我之前做了就是访问 Sarah 奶奶的大屠杀的影片，访问了路人的影片，访问了以色列教授的影片，几乎就是那个观看量都是没有很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会去找那个平衡啦，就是我一开始讲，我真的以前还很用心做很多影片，然后还不如我就是拿着手机，然后在路上，然后跟大家聊天的影片，还那个程度真的是差太多了。那怎么办？我觉得很多的创作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结，但是就是一个平衡啦。你要做你该做的，然后有一些是观众喜欢看的，然后也要做。希望就是可以持续的在这个频道为以色列发声。那当然啦，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生活都有不容易，也不是只有我，只是说这刚好是我的频道，所以我知道就是我们背后的不容易是什么。那我想总结的就是神他都是给我们足够的恩典。那因为有这些困难的地方，所以才让我们能够成长。那这个信心的旅程才能够越走，然后越远。所以跟大家分享。那谢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我们就是我把 Kenny 跟啾啾也算进来，也是一个有10万订阅的频道了。所以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从我单身到结婚到生小孩到几个月后会有老2的出生。所以谢谢大家。好，10万的订阅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